随便做到自己家。要不要喝茶？思绪漫游的时候，大概也就是这种状态。你只是做个大致的判断，剩下的就让它自然发生。就像是说到来物品的构造，跟其他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。这时候就不像是思绪漫游要来想想什么？主题跟思绪漫游有关。几乎每一次要想一个研究主题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都会经历一个类似思绪漫游的状态。那种不像自己，不像是同一个人的感觉，不是因为这思绪漫游的自己和在平常的自己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因为个性、自己对自己的想法，还有其他的特质，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。那反而更像是从异国回来，或者是从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，突然回到了现实世界。目前有在做思绪漫游跟记忆的研究，主要是去问说，在做思绪漫游的时候，是不是对外在的事物在记忆上有没有变差，有没有不同？但同时，我也可以跟外界去做一些互动，像是我可能是在跟外面一些东西去玩弄它，就像是摸狗、玩身边的物品、吃东西等等的，又或者做一些涂鸦、写一些字。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思绪漫游的时候，内容会比较零散、比较琐碎？也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外在相对应的环境去做支持，所以变得比较平静。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，在思绪漫游的时候，结束时会有一个转换的过程。那种转换不同情境、转换不同世界的时候，使得原本都还记得的，就突然忘了。可能是一些想法、一些画面、一些感觉。虽然这些零散的片段可能不一定互相关联，但他仍然会说：“要不要喝茶？”他仍然会顺畅的带着我走。这个动态反而让人更容易进入思绪漫游。那就像是收到来物品的 airdrop 一样，跟其他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。那我好奇的是，所谓一场顺利的沟通的成功，到底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？如果说判断的标准是在说话的人他是否觉得自己被理解了，那我想人工智慧，在大部分的情境应该大大的胜过了人类的平均值。那如果重点是放在听的人觉得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对方，那我想 AI 从来就不属于这个沟通的范畴。毕竟它是在完全不理解，也不需要理解你的情况下，给出它那一连串的回应。那如果对话的双方都试着以对方的角色为脚本、为素材、为指令的时候，这一场沟通又会进行到哪里去？自己的脸就突然出现在窗户上，打断了自己的思绪。这种感觉其实就很像是从睡梦中醒来的感觉。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。我不喜欢。你可以来想想，思绪漫游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？是一种想象吗？研究想象的学者，他们似乎比较在乎的是
你在线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心理活动？内容是什么？就像你刚刚听了一个人自言自语，大概也走了好几场的思绪漫游。你的漫游内容也许跟刚刚讲的是没有关系的，那我就是用声音支持了你的漫游，也有可能跟刚刚讲的有关。那我们就是没有约好的一起做的一些事情。我喜欢，我喜欢。